被认回沈家后，我和贾千金一起挑选暗卫。贾千金选了最壮硕俊美的男子，而我选了彼时又瘦又小的沈虚。3年后，沈虚长成了让人侧目的模样，所有人都说我会演石珠。直到沈虚为我去采灵芝，他空手而归。翌日，我在贾千金的狗食盆里看到了一株灵芝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愣了愣，沈明珠笑道：“妹妹不要误会，这只是普通的蘑菇，也许真是我看走眼了。”我正要松一口气，却听他又道：“小乖最近肠胃不好，阿虚去为妹妹采灵芝，我便让他顺手采了点蘑菇回来。”沈虚从未和我说过这事。我的身子骨因早些年的经历早就垮了，每到冬天都冷得仿佛要被冻死过去，要靠这些草药救命。沈虚回来时两手空空，自觉去领罚。我怜惜他奔波劳碌，想都没想就拦了下来，免去了他的责罚。我不信沈虚会骗我。13年前，外室买通稳婆，调换了我和他的亲生女儿。13年后，外室死了，母亲死了，稳婆也死了。我与乞丐抢食之时，撞上权贵车马。凭借着和父亲几乎如出一辙的面容，我被认回了沈家。无人为我撑腰，贾千金亦是父亲的血脉。于是我和她姐妹相称。挑选暗卫时，沈明珠率先选走了全场最健硕好看的男子。不少落选之人眼里闪过失望，比起我这个刚被找回来的土包子，他们更想跟着做了多年沈家嫡女的沈明珠。毕竟，一个肤如凝脂，生了一张随外室母亲的芙蓉面；另一个肤色蜡黄，畏畏缩缩，还长得像男子，实在不好看。站在一起，云泥之别。因此，我遥遥伸出手指，选中了被排挤到角落里的男孩。我问道：“你可愿以后跟随我？”沈虚愣了片刻后，以头抢地道：“回二小姐，我愿意。”没被选上的人会被灌下毒药，成为死士。我想，我助他脱离了变成死士的命运，他应该会对我忠心耿耿。3年后，沈虚出落得相貌堂堂，说相貌堂堂都是贬低他了。他长得比探花郎都要俊美，飞眉入鬓，玉面薄唇，仿若是画中仙郎。3年来，沈虚对我恪守有礼，可我总是隐隐感觉到一丝疏离和冷淡。灵芝之事过后，我虚弱的几乎整日待在屋里。沈虚又说要给我猎狐做球。几日后，他带了几只野兔和一身伤回来。我着急去给他送药，却听到了他与沈明珠的暗卫对话：“二小姐对你可真不错，受了点伤就让你歇着。”沈虚嗤笑了一声：“你喜欢，那让给你。谁要求他对我好了？每次他盯着我的时候，我都想吐。”我攥着药瓶，停下了脚步。屋内对话还在继续。沈明珠的暗卫叹了口气：“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沈虚呛道：“这福气给你要不要？你就非要到吃不上饭的人面前吧唧嘴吗？若不是有你，难说大小姐当年不会选我。”我怔怔地站在屋外，夜风寒凉，吹得我一哆嗦。几日后，我与沈明珠一道去上香。她穿了一身白狐裘，那粉雕玉琢的小脸埋在狐毛里，热得有些发红。她看着我发白的唇瓣，笑嘻嘻道：“妹妹穿得这么厚实，怎么还像个冻死鬼似的？”我瞧了眼沈虚，唇瓣张了张，心里头思绪纷乱，最后什么也没有问出口。途中，突然山匪来袭，我狼狈逃窜之时，看见了沈虚奔向沈明珠的背影，来不及反应，我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。沈家大小姐落到我手里了，原来是冲着沈明珠来的。父亲这些年树敌众多，沈明珠又素来高调。我艰难道：“我不是沈明珠，我是沈碧。”那匪徒将信将疑，沈碧，那沈贼的二女儿。我看到沈虚将沈明珠偷偷塞进草丛里，又朝我跑来，我心里生出一股希望。可下一刻，却听他道：“放开大小姐。”我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沈虚。3日后，我被救回。那3日，我被关在阴暗的地牢中，我拼死保住清白，
被打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，可我依旧背上了污名。我听到旁人窃窃私语，我若是像他一样，不如一死了之。沈须对父亲解释道，山匪冲着大小姐而来，抓住大小姐的后果难以想象。二小姐貌若无言，至少能保住清白。那些山匪发现她不是大小姐后，自然会放了她。沈须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我坐在屋子里，听着外头一鞭鞭落到皮肉的声音，心里并没有多畅快。我原以为选了沈须，会有一个信任之人，会有一个无条件保护我的人，所以我在发现端倪后，依然狠不下心，一次次给他机会。可到如今，遍体鳞伤，我才意识到，沈须其实并不需要这些机会。我闭门不出了近1个月，身上伤势好得很慢，脖子上的掐痕依旧显眼。沈须被打得去了半条命，但念在他到底就下了沈明珠，没有受更多的处罚，甚至听说沈明珠还亲自去给他送了药。沈须没几日就能下床了，我让人把沈须喊来。侍女觑着我的脸色说，大小姐去踏青了。那和沈须有什么关系？侍女解释道，因上次遇袭那事，大小姐多带了好些暗卫，沈须主动请缨也在其中。我闭了闭眼，说那就等他回来，再让他来见我。我哭坐了1日，许是知道即将剜去一块肉，心颤得慌，仿佛已经预感到了接下来的疼痛。镜中倒映出我的容貌，面庞有棱有角，颧骨高，鼻子挺，女生男相，一点都不像寻常女子那般温婉秀美。也难怪沈须更欢喜沈明珠啊。我睁着眼等待着沈须，一直等到了半夜。沈明珠分明已经回来了，却还是不见沈须的身影。我去寻他，却没有找到人。沈明珠的暗卫道，今日大小姐骑马时快了些，有些受惊，沈须为她去守夜了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转身回了屋。再见沈须是第2日清晨，我一睁眼便见他站在我床边，我吓了一跳。他声音一如往常般冷淡，你找我？我没有接话，只是定定地打量着他。这般好的皮相，跟着我委实埋没了他。我的眼神从他的唇角描摹到眉眼，他眼里的不耐烦清晰可见。这应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吧？他既然不想跟着我了，我便成全他。他嘴角的伤口未愈，恍惚间，我想起他第一次为我受伤的时候，那时的沈须还未长开，还是一副瘦小的模样。他满眼都是我，生怕我受到半点伤害。遇到危险时，沈明珠的暗卫直接扛起沈明珠跑了，而他选择了挡在我面前。那次他也伤在这个位置，我下意识朝他的面颊伸手，他清脆的拍击声令我的手霎时红了起来。沈须后退一步，声音里泛着冷意，可嘴上却说，别脏了二小姐的手。我怎么现在才发现他这么讨厌我呢？我笑了笑，点头道，是啊，差点脏了我的手。我话音落下，沈须蓦然抬起眼眸。我想说，你以后不用再跟着我了。可话还没说出口，父亲让人传话说要见我。我匆匆赶去，沈须一跟着。书房里，父亲给我看了一幅画像，年逾50，眼神阴鸷。我接过画像的手有些颤抖，父亲，这是何意？父亲道，国公的正妻前2年去了，你嫁过去做田房正合适。国公府中妻妾成群，隔3差5就有女子染了病被抬出去。父亲叹了口气道，你和明珠之间，我本来更看好你。我本想将你嫁给3皇子，这段姻缘原是为明珠准备的，她到底身世有瑕，谁料竟发生了这种事。我脸色惨白，迟迟说不出话来。父亲见我不愿嫁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我垂眸掉下2滴眼泪，道，父亲，我在外头乞讨时，看见那些女孩都被自己父亲宠爱着，总是会忍不住想象，我若有父亲会是什么样的。如今我才回来3年，还未好好尽孝，实在不愿与您分离。父亲脸色缓和，神情中有些许动容。我再接再厉道，母亲想必也希望您再留我几年。好半晌，父亲终于松口，罢了，还是先让明珠嫁过去吧。我正要松了一口气，
却听跪在角落里的沈须突然开口：“二小姐得心有亏，贞洁已失，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姻缘，已经是大造化了。大人若是再把二小姐留在家中，只会连累沈家别的姑娘的名声。婚期定在3月后。”走出父亲书房，我抬手便扇了沈须一巴掌。沈须没有躲，我瞪着他，双目几乎泣血：“你就非要推我入火坑？”沈须看着我道：“二小姐，是你在推大小姐入火坑？”我冷笑连连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你既然这么向着他，往后你就跟着他吧，我不是你的主子了。”这话我早就想和他说了，却没想到会是在这种场景下说出来。沈须闻言面容平静，没有一丝一毫变化。他许是觉得我在说气话，也许是觉得不在乎，也可能两者都有。婚前，我的院子被看管了起来，看管我的人正是沈须。我每次试图出门，都被他毫不留情地拦了下来。他紧紧盯着我，似乎是怕我真的跑了，让沈明珠做了替死鬼。眼看婚期越来越近，我尝试过逃跑，可总会被沈须识破。又一次失败后，我忍无可忍，推了沈须一把。沈须抿了抿唇道：“二小姐，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国公府是寻常女子都嫁不进去的地方。”我打断他的话道：“真这么好，为何不让沈明珠嫁？大小姐性子娇气，而且她不喜欢国公爷，不适合嫁去国公府。”我懒得再听，转身回房，只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沈须，我真后悔当年选了你。”沈须眼眸一颤，有些怔愣地望着我的背影。后来那几日，我安安静静地绣着嫁衣，一副认命了的样子。沈须破天荒地主动来找我，隔着一扇门，他道：“二小姐不必担心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去国公府的。”我没有应声，我和他无话可说。沈须没得到回应，站了很久才离开。直到成亲前夜，时隔多日，我和沈须说了第一句话。我穿着红嫁衣，提着酒壶，朝沈须笑道：“明日我就要嫁人了，陪我喝一杯吧。”沈须站在门口，他的瞳孔中倒映着我一身红衣。他微微怔中，有些踌躇。我故作失落：“你连一杯酒都不愿和我喝吗？”沈须啊，我不信你这么多年，没有看出过我对你的心思。沈须最终走了进来。深宅内，沈须醉倒在桌上，晨曦微光。沈须慌忙醒来，女子盖着红盖头，在沈须的注视下被送上了花轿。她不小心踩到了裙摆，沈须连忙上前扶住她。沈须忍不住低声宽慰道：“莫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”她不知红盖头下已然换了人，被买通的侍女一言不发。真正的沈弼已坐上了南下的船。江南多雨，朦朦胧胧，我很快就在这里安了家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沈明珠的母亲将我换去后，直接把我丢了，是一个老乞丐捡了我。他说他本来也不想养我，他又不是什么富家老爷，没钱再养的孩子。可偏偏来了一群畜生，有人在脱裤子，有人在生火。他趁着那些人不注意，抱起我就跑了。他带我喝过羊奶，喝过狗奶，还喝过猪奶。我活了下来，长成了一个大头娃娃，一副干柴一样的身子，偏偏没有死，像野草，像虫子。老乞丐死了，我又成了没家的老鼠。但老鼠在哪里都能活下去。我背着老乞丐留下的草席，在哪里都能卷一卷躺下。在富贵窝里还要怕被拍死，到了乡野，天大地大，如鱼得水。富贵锦衣一脱，谁也看不出来我以前做过什么世家小姐。我扮作男子，几乎天衣无缝。我很快就在当地一富户家找到了一份活。这家老爷常年不在家，后宅里只有一位貌美夫人，据说无名无分，深居简出，院中所用之物无不奢侈，想来是某位权贵在此金屋藏娇。貌美夫人日日愁眉苦脸，弹着相思之曲，不知道是怎样的男子令她如此思念，但这与我无关。我熟练地混在男人堆里，压着嗓子说话，大摇大摆地走路，这些都是以前老乞丐教我的。日子平淡中带着一点波折，偶然一次，
我路过茶馆，听那说书的说起，京城出了件荒唐事，国公爷娶妻，娶到了个冒牌货，嫁过去的并非沈家二小姐沈碧，纸包不住火，东窗事发，国公爷发了大火，要求沈家再赔偿一个女儿过去。说书人道：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晓。我摇了摇头走了，我不想知道什么后事。天气渐渐转凉，我还在苦恼如何度过这个冬天。某一日，风雪来袭，我出门跑腿时，在路边雪地里看到了一个人，鲜血染红了纯白的雪地。那人挣扎着朝我伸出手，他长得极好，是和沈须不一样的好看，眉眼端正温雅，依稀能看清身上锦衣非比寻常。我不想惹上麻烦，只当没看见。翌日，他还在那里捂着伤口，面上没有一点血色。他的一条腿以一种奇异的角度弯着过去，似乎是被人硬生生掰断的。听到动静，他睫毛颤了颤，道：救我！他瞧见是我，眼中光芒骤然熄灭。他知道我不会救他。是啊，我不想多管闲事，我养活自己都困难，可当真的有一个顽强的生命在你面前挣扎求生之时，只有畜生会无动于衷。所以我认命地将他背在了背上。他眼神中闪过惊讶，可还是乖巧地在我背上趴好，艰难道：多谢恩公，来日必定衔草结环。不必衔草结环。自称是赵三的男人就这么被我带回了家，成了我冬日的火炉。我头一次爬上床，躺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他面色僵硬，好半晌才说出一句：恩公，我无断袖之癖，若是恩公，我愿意试，但请给我些时日。他倒是能屈能伸，可惜他还没说完，我已经昏睡了过去。我没钱买炭火取暖，男子体温偏高，正合适助我挨过冬日。寻常的男子我还不敢，正好他半死不活，还断了腿。我第二日醒来时，整个人贴在赵三背上，他残废的腿拼命离我远了些。他脸色难看得紧，但依旧对我笑脸相迎。一连数日，他终于发现我只是单纯的和他睡觉。他面色稍缓，还试探着问道：恩公可是有什么寒症？算不上寒症，就是小时候吃过太多苦，底子差，这么多年全靠强撑着过来的。我点点头，也懒得和他细说。日子就这么过着，直到某一夜，狂风大雪，又冷了好些。第二日，我醒来时，半个身子都挂在了赵三身上。赵三瞧了我两眼，又看向别处，什么都没说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只是自那日起，他手脚比平日更勤快了些。我每晚归家时，他已经把我睡的那侧被窝给暖好了。赵三渐渐可以一瘸一拐走两步了。他有时会上街买菜，我本以为他这样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，不会买菜，可没想到他砍价还是一把好手。邻家的婶子眼神落到他脸上，又滑到我身上。赵三浑然不觉有什么异样。没过几日，街坊邻居都在传我们是七兄弟。这传言传进了赵三耳朵里，他摇头说不是七兄弟。他说这话是软绵无力，还是笑着的，半点没有说服力。我本还想着辟谣，但一想有这传言后，都无人上门说媒了，倒也是好事，省得我再绞尽脑汁拒绝那些姑娘。赵三见我没否认，笑意更深。日子渐渐转暖，雪融泥湿，貌美夫人等的老爷还没有出现。我琢磨着，再过几日就该赶走赵三了。与此同时，茶楼里说书先生的故事有了下文。沈家似乎不愿把大女儿嫁过去，开始四处搜寻陶家的二女儿。说书人说，沈家派出大批人手，那领队的生得貌比潘安，受了大小姐的叮嘱，格外卖力。看来这沈家大小姐比她父亲还要着急。有人哄笑道：大小姐能不急吗？二小姐找不回来，她就要嫁了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接下来那段时间，除了做工的院子和家里，我哪里都不去，走在路上也把脸藏在帽子下。果然，没过几日，从京城来了一批寻人的人。我离开时匆忙，虽然转了2、3趟水路，
但若要完全掩盖行踪是不可能的。赵三腿脚一天比一天好，他从最开始在家中等我，变成了到家门口迎我，后来又到巷子口提一盏灯，怀里揣一个肉饼接我，现在他几乎是到院子门口等我了。今日有风，月明星稀，我出来后一眼便瞧见了赵三，他熟练地把肉饼塞进我手里，又给我披了件衣服。他走得慢，我便也只能和他慢慢往家走。没走几步，便见有人拿着画像正在挨家挨户找人，为首之人容貌毅力英俊，正是沈须。慌乱之下，我直接将脸埋进了赵三怀里，他身形一晃，险些没有站稳。抱我，这里不太合适吧？我瞪了他一眼，快点。赵三垂眸，耳廓通红，睫毛颤了颤，最后将我轻轻圈入怀中。沈须带着人从我们身边经过，队伍里本来有人好奇地看过来，可当看清是两个男子后，啐了一口，恶心，伤风败俗。沈须脚步顿了顿，我伸手掐了赵三腰腹软肉一把，他唇角溢出一声闷哼。沈须厌恶地皱起眉，大步走了。过了许久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从赵三怀里退了出来。我埋头往家走，赵三反应了一会儿才跟上。我心事重重，想着沈须来抓我的事情，不曾发现赵三越来越不对劲。他一瘸一拐地给我打来热水洗脚，又去给我暖被窝，脸上带着一抹红，说话时眼睛仿佛不好意思看我一样，一会儿飘那里，一会儿飘这里，说话也奇奇怪怪。我本名并非赵三，只是我家中排行第3。我母妃，娘早逝，父亲不管我，但家里有些底蕴。等开春，你和我一起回京吧，我是不负你。我没仔细听，和他同时张嘴。等开春，你恩情就算报完了，你走吧。我话音落下，屋子里陷入了安静。我说这话时，赵三正熟练地把我的脚放进自己怀里。我说完这话，他的动作僵在了那里。他抬眸看向我，你这是何意？他虽装了很久，但还是难掩盖眉眼间那一抹锋利和气势。短短5个字让人感觉到了威压。我视而不见，闭上了眼，就是字面意思。赵三的呼吸停滞了一瞬，屋内油灯渐渐烧尽，映照在他宽厚的背脊上，像一只蛰伏了很久的花斑虎。片刻后，他吐出一字，好。说罢，他灭了油灯，将我一把拉进了怀里。我下意识挣扎，他咬牙冷笑道，公，不要着凉了。我心里头不爽，奈何身子舒爽，暖洋洋的。我的脚还被他捂在粗粝的手掌心里，像是踩在云端一样。挣扎了2下，我便睡着了。睡梦里，有人在我耳边咬着我的耳朵骂我薄情。我何时薄情过？这2字应当是我骂沈须的。几里之外，城中客栈，沈须打了个喷嚏。沈须瞧着画像里的人，不由陷入深思。沈碧离开了大半年，这大半年里，没人会再认真地看着他，叮嘱他天冷加衣，没人会在他轮到守夜时给他塞手炉送吃食。沈须总觉得有些不习惯，从得知沈碧逃跑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心里就有了一种怪异的感觉，像是掌心钉入了一根小刺，拔不出来，似乎无关紧要，却在无论做什么的时候都会冷不丁被个到。明明沈碧跑了，就再也无人能困住他了。他可以去做沈明珠的暗卫，那是他从7岁起就许下的愿望。粉雕玉琢的小女孩给了他一块糕点，成了他多年藏在心底的月光。他想要守护着这娇气金贵的人儿，而不是沈碧那个上不得台面的2小姐。即便沈碧一副对他很好的样子，他也一点都不稀罕。每次看到他那张脸，他都觉得碍眼。客观来说，沈碧长得不丑，但若和沈明珠相比，她平庸至极。被如此平庸又丑陋的人关心着，沈须只觉得恶心。当沈碧新婚前夜对他说他对他另有心思时，他没有多惊讶，他早就知道，早就看出来了。不然沈碧为什么对他那么好？为什么对他嘘寒问暖，完全不像一个主子对下人那样？他应该感觉到恶心，可偏偏那一刻，除了恶心之外，
另外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充斥着他的心脏，有一丝得意，还有一丝窃喜。沈虚没来得及理清这些情绪，沈碧就出嫁了。他知道国公府是个火坑，这样的火坑，他绝不能让沈明珠跳下去。至于沈碧，被找回沈家前，她只是个乞丐，什么苦没吃过，能变成沈家二小姐，已经是她的大造化了。代替沈明珠被山匪抓住，代替沈明珠毁了名声，代替沈明珠嫁去国公府，都是她应该做的。谁让她的出现让沈明珠那么伤心难过？沈明珠本是沈家捧在手心上的唯一一颗明珠，得知沈碧的存在后，一向骄纵的大小姐红了眼眶。沈虚心疼得不像话，这些是沈碧应该受的。沈虚是这么告诉自己的，可听到沈碧说不要他时，他心里恍惚有些难受，只是错觉罢了。他会陪着沈碧嫁去国公府，他不会让她真的受什么苦。结果，风吹起红盖头，沈虚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，他呆愣在原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指尖流逝。后来他奉命来抓沈碧，他一定要把沈碧抓回去。沈明珠抓着他的衣袖，哭得凄惨，说：沈碧不回来，我就要嫁过去了，你一定要帮我把她抓回来啊！我才不愿意嫁给那个老头，他根本不配碰我一根手指头。让沈碧去做他的田房就好了，他这种低贱之人能嫁去国公府，已经被他占了大便宜了。沈虚郑重点头，他一定会抓到沈碧，一定会的。开春了，草长莺飞，赵三走了。走前，他给我留了自己的真名，梁颂安。赵是他母妃的姓氏，三是他在皇室的排行，三皇子梁颂安。听到时，我没有多惊讶，我早就看出他身份不凡，只是没想到会是位皇子。他走得毫不留恋，只留下一块玉佩，说往后可以凭借这块玉佩来京城找他。他离开后，我就把玉佩当了，发了笔横财。我买了炭火，又买了皮草，再也不用担心熬不过冬天了。我本以为再也不会与梁颂安有交集了，可隔三差五的就会遇到好心人，有给我送卖不完的烧饼的，有问完路给了一锭银子做报酬的，有在沈虚找来时为我转移注意力的。1月后，沈虚一无所获的离开，我依旧过着我的日子。貌美夫人还是没等来她的老爷，倒是等来了老爷的正房夫人。那位衣着华贵的夫人睥睨了他一眼，道：你等的人不会来了。貌美夫人不信，说他们约定好了，天长地久。再后来，我便要找新地方干活了，找来找去，没找到让我满意的。邻家婶子说，她有位妹夫在北方开了个绸缎庄，缺个识字的管事，工钱给得很高。我一听就心动了，连夜收拾好了行囊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春雨连绵不绝，耽搁了我的行程。一个雨夜，有人敲响了柴门。他身形高大，宽肩展腰，脱下蓑衣后，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屋子里。他一步一步走得十分稳当，不急不缓，气度不凡。但细看，还是能看出他腿上的隐疾。烛火摇曳，梁颂安眉眼温润又深邃，他十分自来熟地撩起袖子，开始在灶头烧水。我看着他，摸不清他是来干什么的。没一会儿，洗脚水端到我面前，梁颂安才说了进来后的第一句话：试一试，烫不烫？我摇摇头，说不烫。一套流程走完，他坐在床沿等我。我退后2步，不想上前。梁颂安深呼吸了几次，似乎在压下怒气，可一开口，还是暴露了平复不下去的情绪。要不是下这一场雨，我是不是都找不到你了？还不等我回答，屋外突然传来动静。梁颂安豁然站起，将我挡在身后。乱箭刺来的时候，梁颂安把我一把推开，鲜血在我面前如花一样绽放。刺客被伏击之时，梁颂安吐出口血。梁颂安就这样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他的侍卫说要带我一起走，我婉拒了。我住了一晚上客栈。第2日清晨，雨歇日出，我根据原定计划北上，并非我冷血，但梁颂安身边却是用不上我，
带着我反而可能会引起麻烦。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地方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但不知为何，有时午夜梦回，我总是会梦到他。他在我的梦里来去自如，明明是春日，梦里却是严寒的冬天。我不得不缩在梁颂安怀里取暖。我说我买了炭火，用不着它了。可一转头，炭火就不见了。算了，反正梁颂安的怀抱也很暖和。温馨的梦做着做着就变了味道。春色无边，梁颂安仿佛不知疲倦一般，他夜夜都来，夜夜不停。春风过无痕，我脑袋里都是他一声声念着我的名字。沈碧，沈碧，沈碧。几日后，京城来信，书信里说梁颂安命危，一直没醒过来。大师说他是自己不愿醒来，要找人来唤醒他。试了好些人了，一个都不醒，也不知梦里有什么让他这么流连忘返。沈大人自荐，说可以让自己的女儿沈明珠嫁过来冲喜。皇帝和皇后应了这事，我背上了包裹，踏上了回京的返程，几乎是不眠不休的。我花费了3日回到了京城，故土故人都非我想念想见。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，好不容易躲过沈旭的抓捕，如今竟自个儿回来了。我来不及多想，去了三皇子府，府里已经挂上了红灯笼，一片喜字，张灯结彩，就等黄道吉日，成就大好良缘了。我看着床上苍白的人，心里痛了一下。在侍卫满怀期待的眼神中，我喊了他的名字，可惜梁颂安没有半点反应，依旧双眸紧闭。侍卫有些失望，但依旧坚定我就是那个能唤醒梁颂安的人。入夜，我趴在梁颂安床边睡着了。梦里，梁颂安穿得十分好看，气宇轩昂，他笑盈盈地朝我走来，熟稔的唇瓣就要覆盖下来。我阻止了他的动作，说：梁颂安，你在做梦，你该醒来了。一连3日这般，床上的梁颂安动了动手指，总算是有了些反应。可就在这个关头，沈明珠来了。她不知从哪里听说有女子进了三皇子府，摆起了未来三皇子妃的架势，气势汹汹地来了。她来时，我刚从三皇子府的小门走出来，竟然是你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她直接伸手推了我，我趔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站稳后，我正要还手，可下一刻就被人抓住了手腕，是沈虚。沈虚看向我的眼神闪过惊喜，可他握着我的手腕依旧纹丝不动。他义正辞严道：二小姐，这门婚事是大小姐的，你为何在这里？大小姐的婚事是御赐的，你不能因一己私欲连累了整个沈家。沈明珠趁着他说话的功夫，再次抬起手，他一个巴掌落在我脸上，声音清脆。沈虚怔了怔，他想要松开我，却怕我气急，更要反击。沈明珠狞笑道：该回来的时候不回来，不该回来的时候你却回来了，都是你自找的。说着，他再次抬起手，眼看巴掌又要落到我脸上，沈虚突然挡在了我面前，于是沈明珠的巴掌落在了他的脸上。沈虚道：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请大小姐息怒。沈明珠毫不留情面：狗奴才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我可是三皇子妃，你哪来的面子和我说这话？沈虚呼吸一滞，他早知道心上人刁蛮，却从不曾料到自己会是他恶语相向的对象。沈明珠道：你以后就不必跟着我了，我不用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奴才。沈虚一下子慌了：大小姐，我对你忠心耿耿。好，你这么忠心，就给我把沈碧这件人给我抓牢，我今天非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害我差点嫁去国公府，看我不弄死他。沈虚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的挣扎清晰可见。我连忙后退了2步。没过多久，沈虚的眼神坚定了下来，他似乎下定了决心。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沈明珠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：干得好，沈碧，你看，连你的狗都听我的话。他话音未落，沈虚将我拉入了怀里。他对着沈明珠道：抱歉，大小姐，我做不到。二小姐就算做错了，她也是你的妹妹。说罢，沈虚又看向我，郑重道：二小姐，
我带你回去。国公府的婚事，你不用怕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你不愿意嫁，我就带你走。至于这门和三皇子的婚事，本来就该是大小姐的，你不该出现在这里，再加上之前的事情，你和大小姐道歉吧。”闻言，沈明珠嗤笑一声，趾高气扬道：“一个道歉可不够，要我原谅你也行，给我磕3个头，我今日就当没见过你，你就和这个奴才私奔去吧。”沈虚微微一愣，但他没有多犹豫，就替我应了下来。沈虚道：“二小姐，我知道你嫉妒大小姐能嫁给三皇子，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为难大小姐，于情于理，你都该和她道个歉。你只要磕个头，让大小姐原谅你，我就带你走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眉眼深情，语气温柔，仿佛在做出什么承诺一样。乞讨时，我什么头没磕过，可我偏偏就不想磕沈明珠。沈虚脸上闪过不悦：“二小姐，你为我们的将来想想，只有大小姐原谅你了，我才能顺利带你走。大小姐将来还是三皇子妃，和他作对没有好下场。”他试图说服我，见我不为所动，沈虚放柔了声音：“沈弼，我已经知晓了你对我的感情，也明白了自己的感情，我愿意娶你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”沈明珠在旁拍手笑道：“乞丐配狗，倒真是相配。”也就在这时，一低哑的男声传来：“乞丐配瘸子更好，我的娘子和我最相配。”在沈明珠和沈虚震惊的目光下，梁颂安站到了我身旁。当日，他便撑着病体进宫退了婚。皇帝以圣旨以下为由不允，他当场辞了朝中官职，表态愿前往封地，全了皇帝爱重太子的心愿。他还说，一样姓沈，李代桃僵，也无人会智慧。皇帝最终应允。经历过多次刺杀后，梁颂安早就看清世态炎凉，天界无情。他本来就只是想为母妃争一口气，可多次九死一生之后，他才发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与梁颂安大婚那日十分热闹，叩拜父母之时，我请出了母亲牌位，言明身份。我母亲只有我一位女儿，至于沈明珠是哪来的，自有人去猜测。沈明珠气得当场摔了碗，听说本来提亲的人家都变了卦。我离京那日，沈虚追来，他追了好几里路，他说我分明欢喜的是他，为何变了心？我只得告诉他，我从来没喜欢过他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家人，一个能信任的人，就像老乞丐一样。逃婚时说的那些话是骗他的，从来就没有什么男女之情。沈虚听后从马上摔了下来，生死不知。我乘坐的马车并未停下，一路驶向远方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